茶香芋果粒，牛奶更美味。本节目玩家们都超爱喝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冠名播出，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这里的玩偶师可以把人变成玩偶。你们跟我一样，都是玩偶。我怎么可能会对一个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人有记忆？我们是被操纵进来才住到这里头的。输入油画编号开门，如果输入错误，油画将永久关闭。对吧？那就08，对不对？哇，镜子。哇，这么大一面镜哦！这是谁呀？这个跟那个死者穿的是一样的衣服。那是个假人嘛？等一下，我知道了。哦，把这个合上之后，咱们在那儿看到的人哦，是那里面的人。当时他在这里啊。我看一下，是的，看到我吗？你们在那边？当然能看到你，你能看到我，我就能看到你。是右边吗？是画右？是没？哎，不是，画左。哎，那如果你跪在那儿呢？你跪在那儿呢？是，所以那是个假人啊。不是啊，他这个是个扫地机器人啊，他不用有任何人在，他可以扫地机器人自己走啊。对啊，就是可以遥控它嘛。你看，他是可以这样立住的，然后让我们觉得他还活着，当时在走。家人。哦，我觉得这样，我们要不要先进入杨助理办公室？来吧。小杨，我有事要离开几天，等8号发布会一早我会回来。5号他就走了。在这之前前几天来玩偶都不在啊。等一下，那不对了。这个上面写的，你看，她订的礼服含礼帽，身高是1.7米。她男朋友的医学报告上面写着97，哎1.83米好像。1.83米，对不对？他是1.83米的，所以他订的这个衣服是穿杨助理衣服的那个不是来玩偶，是杨助理的，对不对？死掉的可能不是来玩偶，对不对？很有可能是杨助理。这里有个密码箱啊，怎么说？不知道，这有个密码箱。这有个电脑，但是需要杨助理的生日密码。这有个资料袋是吗？有吗？这里有个资料袋，创意购买协议书，来玩偶和杨助理的合同。甲方是来玩偶，乙方是杨助理，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现甲方以20万元人民币取得乙方的类夫感莞尔制作技术。双方达成协议之后，乙方做甲方的终身助理，为甲方研发新的。哇，20万给他买了。你看有一个问题，哎，你们看到乙方签名，这是所有玩偶上签名，其实是杨，咱们一直说是来。对。哦。来玩偶给我设计的人生。
我们所有的人生操控什么的都是羊。他这里还有一个来玩偶写给小杨的信，写啥了？小杨，你只是一个小助理，别人怎么可能相信这些类肤感玩偶是你的创意？只要你把制作技术和作品都卖给我，我立马给你20万。你爸车祸，你不是着急用钱吗？只要这些作品卖出去了，我向你保证，分给你1%的利润。1%， 16年的事情。来玩偶占了杨助理的名儿，但是只给他1%的利润。还没有别的。这是谁啊？这是他写的手，这是他手稿，这都是那个羊的嘛？对，羊的。好漂亮啊！所以他要杀来玩偶吧？他想杀来玩偶，或者说他想证明就是对他可能想趁着来玩偶这回本来要出差，他想搞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想说证明一下是他自己画的，可能被来玩偶知道了，把他杀了也有可能。杀了干脆就直接占了。对，就是直接占了，就不会有一个威胁嘛，也有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有可能死的是杨助理吧，但杀死他的不是来玩偶。桌上再仔细找。哎，这有手机，看杨助理的手机。啊，你怎么这么没用？5岁起学画画时，人家画山，你画3，你哪个年纪都比不过来玩偶，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废物？妈，我其实……你不要给我找借口！我告诉你，我一定会站在台上，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就在大后天，我的大日子，你等着看吧。大后天，6号、7号、8、9、8号。哦，所以杨助理他今天穿的应该是那个想展示的新品的那个娃娃的衣服，魔术师的衣服嘛，就是其实他想假扮那个来玩偶，他想代替来玩偶去赢得大家的掌声。哎，佩戴人，杨助理，心脏起搏器在20米范围内，20米范围内，只要在剧场范围内。通话记录 ，VIP 顾客1、2、3，打了都没接，10点半之后就没有接过电话了。也就10点半已经死了。杨助理死了呗？是不是他？你看佩戴人杨助理，对，死者应该就是他。我们去看看，你只要看那个礼服，这是180的。哦，这个是180的。所以这个就是你男朋友的衣服。来，我们一起去确认一下。来，哇，这个设计很酷啊！这是折射的原理。那这个人是有点头脑的呀。当然，看看他的衣服是多大号的。来，拉起来，2个手伸起来脱。以前我卖衣服的时候给模特换过衣服，得这么弄。哦，多少？170。170。那这个死的就是杨助理。杨助理。杨助理。来玩偶是1.83米，他是1.70米。那就是有人把他害死了。对。走，我们再回去吧。我们还有个密码箱。这上面是什么数字是吗？试试呗。哪里有数字的东西啊？他手机里显示吗？我打开了。密码是啥0708。为什么是0708？因为今天是他的大日子。因为今天是他重要的日子，7月8号，也就是今天。哎呀，行啊，老刘现在。老刘是密码锁专家，我发现。哎，杨助理，我打开了0708。行啊，老刘现在。我就纯懵啊！我跟你讲，纯懵。哎，对讲机。能联系到他，说呢。Hello。
来，大刘你再说一遍。喂，收到请讲，收到请讲。这里边，这里边。收到请讲，收到请讲，收到请讲。在这个里边。我是来玩偶。说什么？你说什么？你是谁呀？他是来玩偶。我是来玩偶。我被关1天了，快来救我！关1天。来玩偶在里面，你老公要来，不是你男朋友要来了。男朋友来出现了。来玩偶被关1天了。怎么说，兄弟们？又要踹是吧？救人心切。0708试试，来。您那个密码是那个8264482269。知道密码了。不是0826。不是他说。你再说一遍，你的网不好，你再说一遍，哥们儿。那个密码是8264。 8264482269。要不你再待会儿。他要坚持不住了，你们还得哼炮的玩。我们真听了，我们没捣乱。哎，那个哥们儿，你再坚持一下，到底是什么？你大点声再说一遍。8264482269啊！我们把你救活了，兄弟。你还好吧，哥们儿？哎，你没事吧？不好意思，耳朵信号不好。你知道密码你还不说？哦，他在里边打不开。这。哦。你是来玩偶吗？我是对。你男朋友啊？漂亮，你没事吧？我没什么事儿。那就好。不是，首先我们能先给人解开一下。对，我被锁半天了。对，他这是解不开是吧？钥匙在那角落那边，我够不着。哪里啊？没有啊。哦，这儿呢。哎，先别给他解开，对，他很危险。大家坐。我看看，哎，这个东西，哎！好，打开。哦，这是什么东西？说吧。这是给漂亮买的。你们走吧，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说吧，怎么回事？到底啊？谁有胆子在你的地盘锁你啊？是杨助理。杨助理，你什么时候被锁这儿了？我今天早上8点钟去仓库整理玩偶的时候，我从镜子的反光里面看到有一个人要打我。什么意思啊，杨助理？我就跟他反抗，然后我就被他打住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从监控里面看到你们已经进入仓库了，然后我就按控制台上面的按钮，一起来玩捉迷藏吧！哎呦，想用那些灯光和声音来引导你们来救我。哦。你跟杨助理有什么过节吗？就是你们关系不好吗？我对他很好，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袭击我。但是他那个屋里有很多证据，你就是买了他的那个手稿啊。你是不是剽窃了他的作品啊？怎么可能？那些玩偶都是我自己做的，每一个手稿都是我自己亲自画的。而且那些技术也是我原创的。啊？你们俩的签的合同都在那儿有呢。什么合同？自己看吧。啊！你根本就是大草包，你啥也不会，这都杨助理设计的。对啊，那白纸黑字都在那儿呢呀。这肯定不是我。这上面都是你自己写的字儿，还有你手印。不是我写的字，真不是我写的，他伪造的，他伪造的。按了手印怎么能伪造呢？这不是我的手印，真不是我的手印。我们看一下，你看就是他的手印。真不是我的手印。你都觉得是伪造的？不是，我没做过这种事情。
他可以不承认，如果他是凶手，他可以不承认。这么多证据都不承认，能报警吗？可以啊。110。不是，其实那个我们可有一个特异功能，能直接 DNA 比对，你比对一下是不是他？说，哎，匹配成功。哇，你看看，哎呀，因为他平时不这么说话，非常之高科技。我真的信了，这是你自己发的这声音。是的。真不是我的手印。我跟你们说，这个杨助理，我从小对他都非常好，我每年都给他过生日啊。不是，那他生日是大概什么时候？9月9号啊。然后他父亲生病了，我还转了他20万。那你跟他有条件啊？我从来没有要过回报。哎，我想问一下，你在这个监控室里，你看不到死尸吗？在这儿啊？看得到，看得到。所以我就想问你们，杨助理去哪了？你们有没有看到他？因为他很可疑，很有问题。不是，因为杨助理之前就在这个舞台上，就在这儿。你在这个屋里不可能没有发现所有一切的一举一动的。你太淡定了，你跟我们讲这个东西，你都不着急让我们给你开锁。我挺过来，就一直按这些按钮，然后就是想让你们过来救我，所以他就没看到杀人过程。自由照不到。我有一个好妈妈，我都听你的。30岁，我在幸福的门外，却一直都进不来。愿我放下情绪，用所有诚意对你说一句对不起。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错，是我的错。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但光熄灭了。这是什么东西？说吧。会死的管家。不要参加认亲宴会，不听话会死哦。兄弟们，会死的送货。不要靠近废弃备件间。会死的管家。不要参加认亲宴会。会死的副经理。会死的小汪。不要吹出洋相。还有我们在这个上的所有人都会死。之前死的那些人，现场出现的玩偶都是你送过的。你送的吗？对，是我送的。既然那些娃娃都是你做的，那你肯定也知道那些娃娃也有我们每个人的娃娃。对，我们5个都在娃娃里头。为什么我们都有我们的娃娃在那儿？为什么做我们的娃娃呢？那你大概5天前，你有出现在我的那个手工店周围吗？有，我当时就是路过商业街的时候，我看到你的店不是开业了吗？我就想去看看生意情况，但是我突然发现我送过去的死亡预告的娃娃都在你店里面摆着。这个都是之前从现场拿回来的。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些娃娃怎么在你这儿？但是我回家有问过你这些娃娃的问题，你说不知道啊。这个事情我不太想提起。这是什么？五线谱。唱出来。他那个死亡娃娃里面所有的音乐，就一直用的是这个音乐。这个音乐是什么？我偶尔会在公寓里面听到这个音乐，我觉得这个音乐挺不祥的，很适合用来提醒他们会即将死亡。哦，这不是他写的，这是他在楼里听到的。哦，不，那你为什么会知道哪些人要死啊？
其实，我有预测未来的能力。啊？我意外得知了他们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像你们刚刚在房间里面看见的那一杯用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制作的红柚四季蜜瓜冰，我也知道那个是宋漂亮会研发出来的。我永远都忘不了茶果香芋的口感。你既然能预知未来，那你能预知到我们几个的未来吗？我其实是可以预知你们的未来，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如果跟你们讲了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可控的后果。天机不可泄露，我们来这一天机不可泄露。哎呦，哎，这么扯的东西我们要相信吗？我不知道啊，我也存疑。哎，那个有几张纸写着每个人人生轨迹，那个是你写的吗？对，因为我预知到了你们的未来，所以我就把它记录在手稿上面。然后我想改变某些人的人生，我就把它划掉了，写上了他们的新的未来。不是，你为什么要改变我们不到还有那个张歌手的命运？对他们俩有和你什么关系？因为有一天我无意中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然后我就预知到了宋漂亮是我未来的这个真爱，但是漂亮在未来过得不是很幸福。哦啊，对，因为她身边有2个朋友，一个是张歌手，我是很好的朋友，还有一个就是找不到。他俩呢，因为也有很多问题，一直向你吐槽很多的负能量、烦恼、负能量，所以你就抑郁了。我想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们远离漂亮，这样他们也能过得好一点。但是我最后发现，好像所有人并不是过得那么的幸福。所以你只是爱他，你爱他，然后就做的是这样的事情，改变别人的人生，伤害别人，用这样的方式去爱他，改变。不是这个人怎么曲线救国？你直接在我身边好好的对我，然后让我每天多点正能量，不就完了？那你是怎么改变他们的命运的？你通过什么手法？我其实没有改变命运的能力，只是在一些重要的节点用外力的方法做出一些改变。找不到，我提前预知了你会转学到牛坂京附中，然后和你的妈妈相见，但是你总是抱怨妈妈强迫你做不喜欢的事情，你是喜欢冒险的，对，追求自由，所以我就让你和你妈妈错过，晚一点相认。你知不知道高中时期有人帮你交了一笔学费？你的意思是你吗？是我帮你交的。不让他转学，提前从根儿上抑制这个问题。对，但是没有想到，你还是孤独的在思念你的妈妈，妈妈也在一直找你。那后面那些字是你写的吗？后面用铅笔写的那几个字？铅笔。对，那个是我提前预知的张歌手的一些经历。他28岁才被发掘出道，就是会很焦虑，他剩下的时间不够了，很快就要退团。所以呢，我让他提前3年和他的伯乐相遇，但是因为他缺乏了那3年的驻唱歌手的那些经验，他写不出好的歌曲来了，也不能像他预想的那样去爆火。但是最后那一行铅笔字，其实，也是我自己想的，我自己也不能确定。他因为不确定，所以他用铅笔写了最后那一行草稿，打的草稿。那被你篡改过记忆或者你修改他们人生的人，他们的记忆都会出现偏差吗？比如说想不起来这个人，想不起来那个人，没见过这人什么的。对，就是偶尔浮现一些什么平行时空。这个我并不知道。那你为啥老给我吃药啊？
是因为你会一直跟我说一些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的记忆可能出现了混乱。那不是你给我吃药吃的吗？不是的，是因为你记忆出现了混乱，我才给你吃的药。这个药叫推清醒。但是你却以为对，但那我为什么我能脑子里清晰的出现张玩偶的脸呢？张玩偶的脸？对，我就是清楚的有这个记忆。我在未来看到了漂亮会遇到一个渣男。啊？那个渣男就是张玩偶，是我的属下。被他伤害了之后，漂亮就更加的抑郁了。然后在2个月之后你就自杀了。啊？你本来是自杀的。跳楼自杀的吗？对。啊，我是跳楼自杀的。对。他是跳楼的那个人。但我们是5月6号看到的。所以，我想让那个渣男不遇到他，我就花钱让他走了，把他辞退了。这样，我就接替张玩偶，然后继续待在宋漂亮的身边。这样好感人啊！他替我挡了一劫。但我没有想到，漂亮，你缺失了那一段感情的经历，导致你的人生观和你的爱情观和我都不一样了。哇哦，这个不错啊！所以现在的你并不喜欢我这个类型，是吧？你一直躲着我。怎么了？啊？你过得不是很快乐？其实经历了这些，我才意识到，我不应该去改变别人的人生，因为每一个人他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他遇到的人，他做过的事，都成为了他现在的自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相信张歌手，他有了那3年的驻唱经验，他一定能写出更好的歌曲，仍然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创作歌手。找不到，你也可以找到你的妈妈。梦想和亲情一样可以平衡好的。还有宋漂亮，你也依旧可以跟张歌手找不到成为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事，而不是追逐社会时钟。对。吓死我了！给他解了吧。何二，有人晕倒了，需要你赶紧带他去医务室。在哪儿呢？你们？我们在木偶馆。我们在那个木偶这个里头这办公室。好，我马上来，马上来。再说吧。小何，快来！谁晕倒了？谁晕倒了？天哪，怎么了？小何，快帮帮他，救救他！那我先带他去就医，然后你们搜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来餐厅找我啊！好。好奇怪啊，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打开他电脑吗？这电脑很关键呀，兄弟们。密码的提示是啥 ？Happy birthday。他的生日？那他生日是9月9号。9月9号。对，杨助理的生日是9月9号，对，0909。OK， 下来了。哦。备忘录：独立负责玩偶馆安全。2，帮来玩偶整理手稿。3，玩偶建档储存。这是杨助理的任务是吧？对，他的工作。这是他小时候，你看，这是有个心。他的脚上有一个爱心。杨助理嘛。哦。啊，死者就是杨助理。死者就是杨助理。Photoshop。要帮他 P 图啊？
哦 ，PS 的啊，假的，造假的，造假的。如果刚我们把这个打开，就相信这人说的话了。其实对，不是我写的字，真不是我写的，他伪造的，他伪造的。所以这个人真的可以预知未来。我有预测未来的能力，在2个月之后你就自杀了。宋漂亮，他是跳楼的那个人。我也觉得那个我们第一天跳下去的那个是宋漂亮。无限循环。我们来是为了救你，就是如果我们不把他解救的话，这个事情就不断的一直在出现。就是为了救他。如果没救成，咱们就集体失忆，再来一遍。对，就是反反复复，一遍一遍老想救你。对，就是反反复复，耶。那你们不觉得我一遍一遍被摔成那样？宋漂亮和她5个没用的男人。对。对。来，这是案件报告板。好，谢谢。等会儿觉得讨论了差不多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填好，然后去那个物业监控室投票。我会把相关的证据都交给有关部门。我们来捋一下吧。今天死者是杨助理，因为他脚上有那个新的那个啊。死亡时间我们有确定的吗？他没有接电话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是他第一个没有接的电话是10点半吧？ 10点半。对。那等于说，最后那个扫地机器人是凶手为了掩盖他死亡的事实，使得我们在12点还能看见他在那儿走。哦，所以那个镜子的用处是对改变他的死亡时间，让我们以为12点他还活着。对。嫌疑人有哪几个啊？嫌疑人首先张歌手。赵妈、张哥、宋漂亮，就这仨了。就宋写大点，宋写大点。太小了，太小了。你们别说了，你们把我扔那箱里吧，好不好？你们几个人把我端回去，啪一喝。其实预见的未来是我们5个把他从楼上扔下去了。哦。张的动机是。他以为他的生命是完全被他写成这么惨的。对啊，就要报仇吧。对，赵妈是为了把女儿从玩偶的那个躯壳当中救出来。啊。宋的杀人动机就是以为自己的男朋友被他做掉了。对。凶手是你。你也疯了，姐，你也疯了。先给我们的老熟人排一排，好不好？好，就他的脑子完成不了这样的杀人手法。好，排了，排出来，智商不够，智商很有说服力，太讲理了，太讲理，很有说服力。咱推理就是要讲道理，讲道理啊，是吧？宋的动机感觉没那么强，或者说他有所隐瞒。主要是因为他知情不够多，就他现在一切都局限在一段感情里面，还没有涉及到什么自己被操控人生啊、报仇啊。好，相信你。先说过程吧，朋友们，咱们说，就给勒死，然后给他放舞台上，然后把那个镜子放下来。然后跟着我们一块混进去之后，偷偷的摁了那3个键子。但是对舞台设置的熟悉，你觉得这3个人哪个人能做到？谁能对他的舞台这么熟悉呢？你说咱再多想一层，有没有可能是来玩偶杀的这个杨柱啊？来玩偶杀的杨柱，我就是觉得来玩偶是。
那为什么觉得他是呢？对，来玩偶的作案优势，可利用的资源特别多，他的职位，他对于杨助理的这种关系的操控，对于这些人的了解，包括他整个知道全盘的大家的人生，包括他在中控室的那些东西，都是占的很大呀。所以他不可能这么简单吗？等一下，我们假设来玩偶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那如果他能够预知到自己会被行凶，他可以做一手反手的策划。对对，为什么要把他脸涂成那个样子？就是为了让人误以为他是来玩偶。也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是杨助理自己涂的。对，因为他今天要替代他嘛。对，因为那些伪造证据是假，但是杨跟妈妈的聊天是真，杨对来的恨是真。那如果来得知了这一点，可以利用他。他为了保全自己，他就将计就计，那就将计就计，把杨助理给杀了，他杀的呗。但是我们客观一点讲，我刚才说这些只能形成一个来的杀人动机，对，并没有办法证明什么绝对的东西。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能到它里边的那个小窝，就是因为他跟我们说要捉迷藏。一起来玩捉迷藏吧，快躲起来呀！是不是我们要进去啊？这就是一个可以移动的箱体。就是因为捉迷藏，你们俩才会躲到柜子里。没错，对，一直都是他在引导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对，他在引导我们。我现在相信来玩偶是个好人。凶手他设计这个东西就想告诉我们，他跟我们在一起，他没有时间去做这个案。对。你想，因为我们第一次过那儿的时候，那个镜子是在的，而且这个来再也没有出来过，遥控器也是在外边。他一定是在我们去了走廊的时候，这个人摁了遥控器，他把那个东西塞到那个柜子里了。对啊，所以凶手一定在跟我们在一起的这帮人里啊。对。那当时跟我们在一起的就赵妈和张哥。当我们发现尸体是杨助理的之后，就有两种可能性，那一种就是杀的就是杨助理，但另外一种是可能他以为杀的是来玩偶。玩偶馆由专人负责管家安全工作，每日上午11时由专人打开玩偶馆验证门。验证失败，验证失败，验证失败。这个人生玩偶馆每天11点由专人打开门口那个验证，然后让那个 VIP 客户先进来。对，因为我们是12点才能进嘛 ，VIP 要提前会进来。杨助理他是专门负责这个人嘛，因为他电脑里边说了他是专门负责的这个人。他最后都让进了，说明11点的时候是准时打开的。如果他10点半死了，他那会儿是打不开的，对吧？啊。咱就假如他10点半电话他不接的话，就说明他死了吧？那11点谁开的门呢？那就可能是凶手给开的嘛。不，也就是说凶手知道死者就是杨助理，只有凶手知道了这个死者是杨助理，才会替他去开门。而宋漂亮可能会对蓝玩偶有这个杀人动机，但是他对杨助理是没有杀人动机的，所以宋漂亮也被排除了。
手说了一点跟杨助理有关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杨助理让他来，张是认识杨，知道是杨这个人的存在。是杨助理邀请我参加今天的新品发布会，我们之前是认识的。哦，他看那个视频里不是说他把制作方法被杨助理拿走了吗？杨助理，快来帮忙！你是不是把玩偶制作手稿拿到你的办公室去看去了？所以他是不是会觉得那行字是杨助理给加上去的呀？哦。那赵妈妈的是只要是能救自己的孩子就好，她就没有说是针对来玩偶或者杨助理，只要是能操控这个玩偶的人，能杀了就行了。哦，所以杨助理她今天穿的应该是那个想展示的新品的那个娃娃的衣服。对，所以赵妈妈把这个助理当成操控这个玩偶的人猎杀了。我妈一直在画画。10年的时候，我在画画，做着营生。她一直在画画做生意。那她对于空间的设计还有这个折射概念知道的多一些，可能会有关系。哎，有可能哦。那10点半的时候，谁能在谁去了？前门是11点才开嘛，在后门就不见得吗？主要是那俩嫌疑人他们来来回回总进去，但他们说2次，不见得只有2次嘛。对，凶手可以说谎吗？我们先把票投了吧，我们先把票投了。想不到啊，有一天我也会在这个上面出现的。一个个来分析啊。首先，我觉得来玩偶他说那些话，我是相信的，我觉得是立得住的。嫌疑人就只剩下2个，一个是张歌手，还有一个就是赵妈妈。那一个就是为了梦想，另外一个就是为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然后就是宋漂亮。宋漂亮就是大好人。所以我先投给。今天的杀人手法是非常复杂的，要运用到整个玩偶馆的细节和机关。能够对玩偶馆这么了解的，应该也只有它的拥有者来玩偶。而且来玩偶也非常有可能是发现了杨助理他电脑里面想取代掉来玩偶的一个伪证。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的真凶应该是来玩偶，因为这个遥控器是在现场发现的，在这个时间段里，来玩偶是被关在中控室的，所以他们是有时间的差距的。这里面动机最大的是张歌手和我妈妈。那我妈一直以画画为生，那她对于空间的设计还有折射这些概念都是很了解的。她之前多次出入过这个展馆，对路线也是非常熟悉，所以我选择我妈。知道杨助理是杨助理的人只有1个人，所以把凶手投给了凶手，就只能锁定在张哥和赵妈之间，觉得应该是没啥问题。赵妈妈吃药的那个时间点是11点半，也就是11点半之前，她是极度不正常的。我不相信她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做这么一系列的设置，所以我的答案是张歌手。我最后锁定的凶手是张歌手，也是因为我回想到今天下午我们在物业监控室做口供的时候，你们跟我一样。都是玩偶是死了，玩偶才会不受控制。他一直想给我们灌输一个概念，就是我是玩偶，你们也是玩偶，但是我们现在是人，因为这个人死掉了，是不是就可以印证到他在验证厅操纵假人，也就是想让证明玩偶杀人这件事情，才会在做口供的时候一直给推理团去灌输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张歌手，谢谢。哎
我们终于是搞清楚这个预言娃娃是谁的了哈，现在。但是我想说，这个来玩偶为什么他能预告他们的死亡呢？因为啊，他说他会预言啊。我有预测未来的能力。不过来玩偶到底为什么会拥有预言的能力？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呢？哦，对了，而且还有那个张歌手和赵妈妈也很奇怪，为什么都会有对不上的记忆？对，我觉得肯定没那么简单。来玩偶那里为什么会有一张锅巴和李大爷的合照呀？就他们3个为什么会认识？他们3个有什么关系啊？对啊，我也特奇怪，他们这右健你这个组织，咱都看见第6回了吧？怎么每回都有他们呀？虽然这个来玩偶说他已经阻止了宋漂亮和张玩偶在一块儿，可这个宋漂亮为什么还是会有一些有关他和张玩偶的记忆啊？哎呀，算了，别想了，赶紧睡美容觉吧，累了。大家别忘了，这周末答应我哥要帮他去干活，然后打扫3楼平台，特别是那个清除3楼平台上的小广告。咱们楼的那个问号观海平台都变成小广告平台了，而且听我哥说，还有找女儿的小广告。看来这个赵妈妈之前都把寻人启事贴到观景平台上面去了。啊，行，好嘞，没问题，没事，咱一块儿去吧，人多力量大。放心吧，咱哥的事儿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明天见。欢迎各位来到腾讯视频，由茶香与果粒牛奶更美味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独家冠名播出的沉浸式剧情体验真人秀，开始推理吧！这里是剧情复盘大厅。走，谢谢，哎呀，今天我上座了。不说了，谢谢大家，今天杀人杀得很开心。哦，你杀的呀？哎，你以为请我来是干什么的吗？请你来杀人是什么好事吗？没想到他明儿就要被关进去了，他下一期就要派他妹妹来了，宋美丽嘛，对吧？好，茶香遇果粒，牛奶更美味。我们首先来干一杯，庆祝一下完成今天的推理计划。来，完成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喝上一口这个超好喝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我们一起来揭晓真相吧！恭喜大家完成今天的推理，接下来将公布本期案件的真相。在今天的案件中，各位玩家发现的嫌疑人有赵妈妈、张歌手、宋漂亮、来玩偶4个人。经过调查和推理，大家投票选出来的凶手，得到票数的有3个人。3个人，来玩偶，赵妈、张歌手。其实最后杀手是宋漂亮，我都跟你们说了是他了，完美犯罪者，完美犯罪。获得最高票的有2个人，分别是张歌手、赵妈妈，均获得3票。投票给张歌手的是柯无苦、郭包佑和留下来。投票给赵妈妈的是宋漂亮、白三碗和赵不到。他直接最后来了这招大义灭亲，给他妈投出去了。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吗？所以我们锁定的是今天的案件。今天的案件平票，那就没有推理成功失败这一说了，是吧？也不是啊，万一是来玩偶，咱们就失败了啊。明白。真正的凶手就是张歌手，凶手就是赵妈妈。为啥来的？我为什么把这个赵妈排除出去？是因为
他10点半做完案之后，因为我们不是11点冒头在楼下看见的他吗？对对对，我感觉如果我是凶手的话，您说那他得多强的心理素质？就是说你们不是侦探团吗？我杀人了，你们来啊！玩偶馆。对啊，我在你面前演戏，我疯了。对啊，你们来看看。那他就是不在场证明啊。说实话啊，我没想那么多。有没有什么重要证据吗？本案没有大家错过的物证，但是有锁定赵妈妈的逻辑。大家还记得赵妈妈一开场说的是什么？这不到还不认识他，你现在应该认识的呀。哦，他觉得杀了人之后，你就应该能想起赵不到了，就脱离操控了。哦，关键赵妈那他已经是神道的一个状态了，他不是正常人的一个状态啊。赵妈妈确实是在10点30杀的人，她杀完人之后，她并不知道赵不到在哪里，但是在她的逻辑里，宋漂亮是离玩偶馆最近的，她可以确认的人，所以她来找了宋漂亮。赵妈妈在看到自己女儿赵不到的玩偶的时候，看到标签上面有一个签名。哦，杨。她在杨助理的办公室里面也看到过一模一样的签名。对赵妈妈来说，她要杀的是这个玩偶的作者、签名者。哦，她要杀的就是杨，因为她杀完杨，她还帮杨把那个11点开门的那个工作给做了。对对，她得知道杨是杨，要不然所有人进不去。是，并且赵妈妈多次给大家看她的药盒。那我有这个，今天吧，我11点半钟吃的药啊。她药盒中间的按钮按了之后是可以设置药盒的定时的。哦，所以他不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吃了药，他就是装疯。是，没错。咱们也问过他那个药盒装了几个药，但是他没说嘛。反将一军，他说你生病你会数药吗？往里面装。对，反将一军。选择赵妈妈的3个人分别是赵不到、宋漂亮和白三碗。行，乔家的子孙还能演，厉害，高厉害。赵妈妈在寻找女儿赵不到的过程中，发现了玩偶馆的存在。在玩偶馆中，她看到了跟女儿一模一样的玩偶，听到了玩偶叫妈妈的声音。我有一个好妈妈，妈妈。赵妈妈原本就因丢失女儿10几年，饱受愧疚折磨的神经一下子崩断。原本赵妈妈想将女儿的玩偶撬走，但是因为听到有人过来，赵妈妈不得不先躲起来。等到她再次出现，发现放置赵不到的圆盘被收了起来。赵妈妈在整个玩偶馆四处寻找打开圆盘的方法。此时赵妈妈也看到了赵不到的玩偶盒子上的签名，之后又在杨助理的办公室看到了一样的签名，这让她认为杨助理才是女儿玩偶的制作者。虽然很匪夷所思，但赵妈妈不得不相信女儿被玩偶师杨助理变成了一个玩偶，才导致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遗忘了赵不到。为了拯救女儿，赵妈妈偏执地认为，只要玩偶师死掉，女儿就可以脱离她的掌控，重新变回人，回到自己的身边。所以她开始谋划一个完美的诡计，可以杀掉玩偶师，并且撇清自己的嫌疑，这样才能在女儿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女儿。为了洗脱嫌疑，她想到了利用玩偶馆一直以来的诡异传说，将玩偶师的死伪装成玩偶杀人的诡异事件。在玩偶馆四处寻找的过程中，赵妈妈已经摸清了玩偶馆的结构，看到了玩偶馆的很多道具，这些都为她的诡计提供了灵感。案发前一天，赵妈妈将药盒时间调整到了10点。案发当天上午10点，在药盒提醒下服药之后，神志清醒的赵妈妈直奔玩偶馆。10点30，赵妈妈从后门溜进去，看到了刚换好衣服，正在准备当天新品玩偶发布会的杨助理。她冲上前将杨助理勒死，将尸体藏在了舞台上。之后赵妈妈做了一系列伪装。第一步，用后台的镜子道具角度倾斜挡在尸体前面，整个展厅灯光昏暗，舞台上又有间距狭窄的布帘隔断，可以完美遮挡尸体，呈现出舞台上空无一物的错觉。
第二步，在布置完舞台后，为了混淆杨助理的死亡时间，赵妈妈又在与玩偶馆前台的小窗口垂直90度的走廊上，利用扫地机器人、画架和之前在杨助理办公室看到的多出来的一套服装，伪装成一个人影。拖低的长斗篷在扫地机器移动的过程中会被卷进滚轮中，可以制造出人影摔倒的假象。然后他用插销锁上了前台进走廊的小门，便于把所有前来看展的人堵在前台，让他们通过油画背后镜子的反射，目睹扫地机器人伪装的人影走进光区后倒下的一幕，可以让大家认为那个时候玩偶师还活着。第三步，玩偶馆的验证门只有杨助理会开，现在杨助理已经死了，没有人会去开验证门，所以赵妈妈不得不代替杨助理把验证门打开，以便完成她的后续计划。第四步，将今天要发布的新玩偶调皮的魔术师和一个礼帽道具放在走廊上。做完这些准备工作，赵妈妈拿着油画镜子门遥控器、道具卷线器遥控器和礼帽道具的遥控器，从后门离开了玩偶馆。接近11点，赵妈妈认为玩偶师已经死了，女儿赵不到应该能够解除掌控变回人，她也应该重新出现在其他人的记忆中。在玩偶馆的仓库没有看到变回来的女儿赵不到，赵妈妈只能去距离玩偶馆最近的宋漂亮那里求证她是否想起了赵不到。但为了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在去之前，赵妈妈把要盒时间调到11点30，并且以一个疯疯癫癫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他呀，怎么还不认识他？得到宋漂亮否定的答复后，赵妈妈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和震惊。她说服自己，或许还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她还得继续完成轨迹，没准女儿马上就回来了。所以在推理团面前，赵妈妈并没有展露出惊慌，反而强调玩偶馆玩偶可以变成人的恐怖传说。人变玩偶，想在推理团众人心中铺垫玩偶杀人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想法。之后，赵妈妈更换了衣服，在12点的时候假装刚刚清醒，来到玩偶馆。她没想到宋漂亮等人也出现在了玩偶馆，但这并不影响她的计划。扫地机器人按照定时开始移动，按照计划，果然有人发现了玩偶师人影，看到了他倒地的一幕。没等他提醒，大家就顺利找到了后门。在离开前台时，赵妈妈按动遥控器将油画镜子门关上，也掩盖了伪造人影的线索。当大家进入展厅后，表面上空无一物的舞台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怀疑。在大家进入走廊离开展厅的瞬间，他按动遥控器引爆礼帽，同时按动镜子道具的卷线器，将镜子抽走，露出尸体，营造出玩偶师是在这条走廊上被调皮的魔术师玩偶勒死，玩偶将玩偶师尸体瞬移变到舞台上的灵异现象。做完这一切，赵妈妈在昏暗的展厅中偷偷将3个遥控器扔回展柜里，并锁上了门，随着人群离开了玩偶馆。接下来，请白三碗和宋漂亮在身后领取属于你们的金钥匙。哎呀，有一天我们2个也弥补了我们第一期的遗憾。对呀。我替我们赵老师拿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要重视知识产权，不是你做的东西啊，别老瞎数自己的名儿。对，而且我们这次案件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值得讨论的社会性问题，像大家看到的社会时钟。是。我们依然掌声有请我们的老朋友，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马挨教授。又见面了。好，大家好。您好。今天这个案子真是错综复杂啊，破的还算顺利，不太顺利了，非常顺利。您的右边非常的顺利啊。就是您说这个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杨助理对，他是看到了这个来玩偶的这些个东西，他想剽窃，他想自己 PS 一张图片，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设计的。您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咱们说这个设计本身是否申请了专利？哦，那没有说。如果申请了专利的话，首先它会侵犯专利法。如果后果特别严重，还会侵犯到我们国家的刑法。如果说他没有申请专利，那可能
也就是道德层面上的一种谴责。哦，就是说等于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就一定要申请专利，要申请这事儿，让别人去让法律来保护自己。咱们就说肖像权，你的肖像权你起码得有张照片吧，能够证明是你。所以说，申请好知识产权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哦，那这么说，其实那也说是来玩偶自己不够谨慎吗？对呀，他一直把那个最后签的名都是杨助理签的，交给他太多权利了，他可能就没想防这个人，所以这就叫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有的时候我们老觉得法律是惩罚别人的，不，法律的第一个真谛是保护我们大家的。保护哦。老师，我有个问题，你说，也就是像宋漂亮这个角色，她就是觉得自己必须要在30岁前都要把她那个年纪该做的任务给完成。她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你看啊，咱们说到了一个年龄段就要把自己的某一项任务完成，这其实就是遵循的社会时钟，在调整你自己的发展。那么社会时钟啊，它也确实是一个文化现象、生物现象，还是一个社会心理现象。咱们经常说农时不能误啊，一旦误了以后，你的庄稼就长不好。对。人似乎也是这样，因此你会看到宋漂亮啊，她遵循的社会时钟，是因为她有一定的压力。第一种呢，叫做群体压力，大家都这样，我没跟上趟，我会有压力。第二个呢，是我们说的自尊的压力，我不比你们差。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我没有做到？自我的压力。再有啊，未来的压力，他会觉得如果我不上到这个台阶儿，是不是就是一个失败者？这些压力作祟，才让他会有焦虑、有紧张，急于的按照这个时钟去左右自己的命运。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叛逆的，他就想反着社会时钟来，觉得啊，所有人在这个年龄段做事情，我就不。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有啊，你就是。我不是。个别的有这样的情况，应该说是特立独行。但是呢，他的生活本身就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自信。我这么生活，我也觉得很好。所以啊，当一个人遵循自己生活方式的时候，只要他不违法，我们更应该对他是什么态度啊？宽容的态度、包容的态度，甚至是尊重的态度。对，这样呢，才是对他好，对咱们自己呢也好的事情。人家也没干涉我，我也不去干涉别人。对，互不干涉，这是一个基本的权利。当然了，社会时钟啊，每个人都有必要遵循。整个的社会否定它。好，那我们一起谢谢我们的马教授，谢谢马老师。开始接力吧，我们下期见。就是对于30岁一定要结婚，对这样的心态，你是怎么看待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就在这个时候，可能最初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个这样的目标，或者下这样的一个决心，但其实它不是绝对的，肯定还是会有变化的。那我觉得按部就班也是一种比较平淡的人生，它也会有它的幸福。那如果你最终没有按部就班的生活，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活出自己的样子，那我觉得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我在这上面不会有特别的就是觉得什么一定是对的，自己走到哪就算哪，接受这个自己所面对的这些人生。但是其实如果你没有能力结婚，或者没有遇到爱的人，你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可能这个选择会让你一辈子不幸福。
没有成功，会因此焦虑，对此你有什么意见呢？没有焦虑啊，我觉得首先不要焦虑，但是你也不能完全放弃这个事儿。该努力或者该去经历的，还是要去，付出自己的努力吧。我觉得最后结果是什么样，我们也可以去坦然的去面对吧。我觉得这东西就只能通过自己去排解，就是说外界会给你压力，但是呢，你首先你不可能感受不到，其次你又不能被压力所击垮。每一个人都是被放在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上，不进则退。老话说的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过去的江湖就是现在的社会嘛，其实是一个意思。但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上你都能够获得成功，但是你要一定相信自己，一定能在一个方面上获得成功。所以有没有可能，如果多多问一下自己努力的方向，想成为的自己，你想要什么？这些问题会不会让你离想成为的自己更近一点呢？我们应该要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去向自己喜欢那个自己去靠近。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经历，在不同时间、不同年龄经历的不同事情，做了不同事情，才成就了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不可能干所有的事儿都能干好，且也不能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好，那我干嘛在纠结这件事儿呢？我干不好，那我试着再干干别的。我这一辈子好长啊，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更好的体现或者说展示自己存在的价值，就 OK 了。你会亲眼看到你曾经认为的真相。又掉下去，我冒衫的一个人，尸体又没了，我真没看到。来问我一直做的事情是想要保护所有人死的人。啊！咱们虽然第一天见，但是跟你们情谊深厚。他不是死了吗？时间越来越紧迫了，赶紧，快！你们必须来救我，他们是一起的人。但我们和肖八妹能有什么共同点？我就想问，我们还活着吗？你不要过来！八妹，那有个灵位吗？那是。现在这里很危险，你们听我的。又是一个死人，这还有一个人。这咋这么多人啊？你们干什么？把人给我留下！谁引导我们来到了这里？小何，你太奇怪了。这时空漩涡他画的。从今天开始，重新开始。今天邀请大家过来做手工来。你们是要怎么要把我这个店拆了吗？哇，真棒！你这手工店真的做，一看就能杀人。我跟你说，可以协商啊？咋了？我俩从小就是脑子吧，小的时候就受到了一些重创，就是基本上四肢就是后装的。他俩都健全。你们的钱怎么挣啊？你这样说到了我们的痛处。我也很穷，你们的衣服从哪来的？你都在哥伦比上学了都，还差这点钱吗？差点支架地了。咱们能不能让观众感觉到咱们这个就是那种成长型的那种成长型？我好像在平行时空看见过自己的脑子，是不是？但总是看不太清楚，模模糊糊。不要从众心理。我攀比。晚上我出资给哥点碗炒饭，我出资再给他点碗泡饭。我给你打饭，我是饭桶，我是。海香芋果粒牛奶更美味，快来 get 玩家们超爱的有优质生牛乳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3、2、1，11号监狱，我们来啦！锁定腾讯视频，每周4、5、6晚6点更新一集，会员抢先1周看。每周6晚6点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日晚6点看加更11号公寓入住日记，周中一大波预告花絮短视频，每天刷，带你360度全方位探索11号公寓。还不快打开腾讯视频，搜索开始推理吧，和推土机们一起沉浸式探案吧。
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开始推理吧，查看更多精彩。11号公寓入住日记，每周日晚18点，会员纯享更多公寓趣事，学犯罪心理学，拆穿谎言，发现真相。欢迎关注，别对黄 Sir 说谎之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六下午18点高能上线。欢迎打开新浪新闻、网易新闻、Zakr、界面新闻、网易有道词典之余成果娱乐、影视聚焦、华语之声、引力资讯、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感谢腾讯卫视、中华万年历、WiFi 万能钥匙、Summer 校园、Lucky 校园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